在叶之城，蓝眼睛先生的身份一直是一个谜。尽管网络上已经有诸多流传 AI、叶氏集团等方向的推测，但受限于《赛博朋克2077》本体叙事的留白与半成品性质，这些推测始终缺乏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当我结合《往日之影》中那些隐藏极深的信息之后，找到了隐藏在蓝眼睛背后的势力。大家好，我是认真玩游戏的基哥，欢迎回到叶之城。在《边缘行者》和《往日之影》推出之后，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有多少人思考过，就是月球上到底有什么？以目前的信息看，早前被曝取消的月球 DLC 本该和《往日之影》一起推出，并且联动《边缘行者》动画的。它的取消直接导致了关于百灵鸟以及露西在月球之后的一切猜想都只能成为猜想。但在《往日之影》中，游戏仍然加入了大量太空之谜的相关芯片信息，并且让蓝眼睛再次在关键剧情处登场，显然有其用意。实际上，在游戏本体开局的时候，有一起事件就和太阳结局有所呼应，但你一定忽略了。如果你选择的是公司狗出身的 V， 那么就会经历2076年底一场荒坂公司的危机。因为荒坂公司反情报机构的疏忽，军用科技特工在月球发现了荒坂公司拥有质量加速器的秘密。这一幕事件中的 ESC 就是欧洲太空理事会的简称，也被称为欧洲航天局。因为欧洲太空理事会始终坚持对质量加速器的独家运营权，因此军用科技向理事会揭发此事，以打击荒坂。理事会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重新审核荒坂在月球事务的许可，投票表决是否撤销荒坂在月球云海基地的权限。会议期间，荒坂驻叶之城的一名反情报高级主管对欧洲航天理事会发动了网络攻击，导致数名议员死亡，表决被迫延期。本纳西总监，投票我看了，你解释一下怎么回事？是大清洗，为了给法兰克福那边擦屁股。跟说好的一样，我把麻烦解决了。我让你解决问题，不是让你在欧洲空间议会搞屠杀。你知道压住这件事要花多少钱吗？这名高管就是公司 V 的上司詹金斯，而 V 在被踢出公司之后，詹金斯也死掉了，并且不论 V 是什么出身，詹金斯都会出现在骨灰龛，说明杀害欧洲太空理事会议员这件事都客观发生在了时间线上。早在1995年，欧洲太空理事会就启动了深空探索计划，与泛非洲联盟合作，在乞力马扎罗山建造了第一个质量加速器。记住，这个泛非洲联盟后面有很多暗线都和它有关。到了1997年，太空理事会就在月球地谷环形山底建立了地谷基地。听到地谷是不是就开始耳熟了？这个地谷环形山是位于月球南半球的一个陨石坑，在现实中也是存在的。由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于1935年正式以16世纪的丹麦天文学家蒂古·布拉赫的名字命名。地谷基地最初的计划仅作为轨道运输与资源中转站，用于建造月球殖民地。1999年末，质量加速器的模块化组件通过软着陆被太空理事会运到了月球，并完成组装。这个质量加速器是2077世界观中一项非常关键的太空科技装置，本质上是一种利用电磁力代替化学燃料的非火箭太空发射系统。这种设施可以将原材料弹射至太空，用于建造空间站，比如水晶宫就是其项目之一。同时，它还可以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2008年，新苏联与美国之间发生了一场短暂的太空轨道争夺战，被称为第一次轨道战争。因为欧洲航天理事会与苏联的联盟关系，他们动用这个质量加速器向美国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投掷了一枚2吨重的陨石，瞬间歼灭了美军高层指挥系统，战争由此戛然而止。1年之后，理事会又发现美国国情局企图夺取当时正在建造中的水晶宫，就向华盛顿特区近海又扔了一颗5吨的陨石作为警告。现在想象一下，任何一家公司拥有这样的武器，世界格局会是如何呢？注意，游戏中这张芯片是在《往日之影》中汉斯先生最后的2个委托之一，在新式重重俱乐部中找到的，其中就讲述了这起事件和质量加速器，同时对应了公司狗开局的那场危机事件，即荒坂的秘密已经被众所周知了。再看看当初泄露的月球 DLC 图片，这个位置就标注着质量加速器，很可能当初的《往日之影》有部分月球内容肯定是相关的。2010年代初，地谷已经发展为繁华的月球小城，理事会控制着当时世上唯2的2台质量加速器，同时在新苏联的支持下掌握着绝大部分的太空活动。不久之后，与多方的关系开始有所缓和，荒坂和希路斯才开始入驻月球以及空间站。直到2022年9月26日发生了一场被称为7小时战争的革命，起因是在建立奥尼尔1号和2号空间站时，因为理事会对非洲裔工人的压榨，
工人被迫反抗，只用了7个小时就完成了革命和独立。至此，他们自称为 High Rider 联盟，并成立了一个国家。这个 High Rider 是指出生或长期生活在太空的人类，因为我没有找到官方的译名，暂且称其为高空族。直到2045年的某个时间点，月球上的蒂谷和哥白尼这2座姐妹殖民城市已经彻底被高空族占据。因其与新非洲的关系，之后的新非洲也已经成为了太空科技极其发达的国家，而其代表企业就是轨道航空。到了2070年代，欧洲太空理事会与月球上的公司企业保持着正式但却冷漠的关系。此时，月球上的主要势力为欧洲太空理事会、荒坂公司、军用科技以及高空族，而掌握质量加速器技术的只有荒坂和轨道航空。现在我们对外太空的势力已经有所了解，再回到百灵鸟登月这里，想一想，它需要借助水，需要绕过水，在整个任务中，地谷的专线都是处于施工状态的，等于说百灵鸟走正规渠道，即使有票都走不了。飞月球可不是从胡兆邦仓库偷一辆汽车那么简单，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轨道航空全程帮助百灵鸟绕过了新美国，达成逃脱。施工的目的就是为百灵鸟单独开一条航班，但游戏中不是还需要潜行和伪装吗？为什么不直接帮他走？这事儿当然不能明着干，那等于直接与新美国以及军用科技宣战。这也是为什么在百灵鸟走后，我们在新闻里看到轨道航空 CEO 直接说这场恐怖袭击是叶氏公司干的。叶氏公司虽然作为叶之城的元老企业，但其公司影响力已经在2077年变得极为微小。而且轨道航空虽然有自己的兵团，但他们的战斗力在这场事件中已经显而易见了。他们不是以军事力量为主导的公司，根本不可能在地面与军用科技明着硬刚。所以这个事儿要低调的行事，既然低调行事，就需要一个代理人和暗中的执行者。再想一下，为什么蓝眼睛会出现在航空楼？因为他就是内部人员，整个事件就是在他监督下完成的，他就是代理人。那是否就说明蓝眼睛的背后就是轨道航空呢？这个就要说到轨道航空的老东家新非洲了。当年随着欧洲各国与泛非洲联盟在乞力马扎罗山脉建造质量加速器之后，许多非洲国家开始意识到自己在21世纪的定位，通过争取吃到轨道带的劳动力、原材料和关键土地资源，非洲国家成功在太空领域立足并完成了统一。在第4次企业战争之后，新非洲已经彻底成为了一个以太空科技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在医体和医学方面有着相当高的科技水平。如果荒坂代表着日本，那么轨道航空就代表着新非洲。而目前轨道航空和荒坂是唯二掌握着质量加速器的公司，这也是为什么蓝眼睛在太阳结局中仍然会针对荒坂的原因。现在回到之前的主流证据链之一，即市长夫妇。在美梦继续这个任务中，我们都知道佩拉雷斯夫妇被操控了。其实这件事没有那么神秘，为什么蓝眼睛背后的势力要企图操控叶之城的政治选举？因为死去的前市长一派就一直代表着荒坂势力。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就会明白，统一战争期间就是因为莱恩市长召回了荒坂，才保住了叶之城的自由城地位。莱恩的死很可能是在后期不配合荒坂导致的，而霍特就是下一任的傀儡。蓝眼睛的势力需要插一脚，就要选择自己的傀儡上台，但呼声最高的佩拉雷斯性格很刚，所以先后拒绝了很多其他小公司。这里并不仅仅只有叶氏公司，所以也就排除了蓝眼睛属于叶氏公司的可能。想操控它，只能通过意识操控、置换记忆等手段。而且我们也知道，他最终赢得了市长选举，所以这场记忆和人格的把戏，蓝眼睛最终都会胜利。他们要的是操纵政治，也就是在这件事上 ，V 作为一个个体是无能为力的，什么也改变不了。无所谓你告诉他什么，也无所谓你想做什么或怎么做，你什么都无法改变。所以蓝眼睛不会对 V 动手。实际上，在他们暗示的电脑里已经明说了，雇佣兵的介入改变不了什么。那为什么之后追逐的车辆会遇到漩涡帮呢？现在就要来到主流证据链之二了，那就是隐藏任务先知之歌。先知盖瑞在一次医疗之后开始出现类似幻听的症状，尽管他的话词不达意，但他每句话都透露出了几个关键信息。第一，蓝眼睛的蜥蜴人是蜥蜴人，只要看一眼他们那冷酷的蓝眼珠。这里的重点在于蓝眼睛，而不是蜥蜴人。接下来看他们来自于哪里。半人马阿尔法星的科学家。半人马星球的科学家，这些话乍一看天马行空，但其实都能找到相对的信息。注意看轨道航空的简介，我打赌可能没有几个人认真读过。注意这里，近年来新非洲和轨道航空一直对半人马星系展开研究，这里是不是就对上了？那么之后因为先知盖瑞的任务，我们去了现场，发现了不明组织和漩涡帮的会面，说明这个组织一直在和地面的漩涡帮合作，就如虎爪帮和黄板、六街帮和新美国的关系一样。
由于这些帮派的背后都已经有了其他公司，只有漩涡帮可以合作。这个任务为什么是隐藏的？因为触发条件就是不停地听盖瑞的胡言乱语，并逐渐透露更多的信息。当蓝眼睛发现这货的话有人信了，才需要把它解决掉。所以 V 不管闲事的话，他是不会死。而真相则恰恰相反，恰恰平淡。公司牵着木偶的丝线，一群混蛋在权力梦中扭曲变态。那么蓝眼睛是不是流窜 AI 呢？首先我们要分清楚什么叫流窜 AI。在旧网和新网之间存在着黑墙的隔离，黑墙本质上也是 AI， 同时处于网络监察的监管之下。黑墙另一头存在着两种群体，有理智的流窜 AI 和无理智的流窜 AI。有理智的大部分处于奥特在香港建造的避难所里，这个已经实锤了。那么处于流窜和无组织状态的 AI 又分为两种，一种就是德拉曼这种某些机缘巧合过来的，还有一种就是类似于黑墙芯片这种被捕获的狂暴型 AI。很明显，就算蓝眼睛是 AI 的话，也属于德拉曼这种前者，但显然它不是个人，而是属于一个组织。单独的 AI 是掀不起风浪的，而奥特坎宁安有能力有组织，会不会是他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奥特的目的从来都不是入侵人类世界，他的目的很明确，碳基躯壳是进化的牢笼，意识数字化才是人类进化的必经之路，其终极目标是进化，而不是参与人类政治。在太阳结局中，奥特已经达到了自己目的，并且和银手去了黑墙之外。如果蓝眼睛是他的人，没有必要继续跟进唯一。蓝眼睛向百灵鸟询问黑墙的信息，本质上表示他们对黑墙的了解也都是和荒坂和军科差不多的水平。帮助百灵鸟就是因为它的战略价值。还有一点就是蓝眼睛说话没有其他 AI 的味道，即使是鹰配也是一样。以上都表明蓝眼睛不可能是流传 AI， 所以他的身份就是人类社会某个势力的代理人，至少是碳基生命层面的某个势力，绝对不是 AI。所以我的推理就是蓝眼睛先生应该是隶属轨道航空与新非洲以及高空族的一方，毕竟这三方其实是属于同一股势力，并且极其庞大。那么 V 去水晶宫干什么？他和蓝眼睛的交易内容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更简单了。V 的第一目标和百灵鸟一直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活下去。成为传奇和城市之王的 V 已经没有了其他的需求，所以活下去是他唯一的条件。V 去水晶宫的任务很可能就是和荒坂掌握的质量加速器有关。当然，以上都是我的个人分析，仅代表个人观点。由于2077阉割太严重，所有的推理都只是一种观点，而不一定是事实。好了，我是鸡哥。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给个关注和3连，我们继续探讨游戏背后的故事。关于蓝眼睛的身份，评论区说出你的想法，我们下期再见。